在这个信息被无限放大的时代，娱乐圈早已不再只是明星的舞台，它更像一面镜子，折射着大众的情绪、欲望与幻想。微博热搜的更新速度比情绪的消散还要更快，今天的顶流可能明天就被遗忘，而某些看似普通的绯闻却能够在时间里反复发酵，甚至逐渐演变成一种集体叙事。赵今麦与宋威龙就是这样一对被反复提及却始终未被实锤的名字。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最初的毫无关联，到后来的似有若无，再到如今的似乎只差一个官宣，这个过程本身就像一部缓慢推进的现实爱情剧。但如果你只是停留在吃瓜的层面，那你可能会错过更有意思的部分。这不仅仅是一段可能存在的恋情，而是一场关于人设、资本、情绪与时代审美的复杂博弈。为什么偏偏是他们？为什么偏偏是现在？为什么观众如此愿意相信？接下来我们不只是聊八卦，而是试图拆解这场情感迷局背后的逻辑。赵今麦一直以来都被赋予一种极为安全的形象，他是努力的、干净的、没有攻击性的，是观众心中可以放心喜欢的优等生。从早期作品到后来的突破性角色，他几乎走的是一条标准而稳定的成长路线。但正是这种过于标准，反而让他的转型显得更加微妙。当一个长期被定义为纯净的人开始接近复杂关系，观众会本能地产生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不愿意打破原有滤镜；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度好奇这种变化。这种心理张力使得赵今麦的任何情感传闻都被放大成一种成长的信号。她不再只是角色中的女孩，而是一个正在经历真实人生的女性。相比之下，宋威龙则代表另一种极端，她的气质几乎可以用克制来形容。她不像传统意义上的热情男主，反而更像一个始终保持距离的人。她的吸引力不在于表达，而在于未表达。但正因为这种冷，一旦出现任何情绪波动，就会显得格外明显。观众会下意识捕捉这些细节，一个多停留的眼神，一次不经意的靠近，一种微妙的身体倾斜，这些都被解读为情绪正在突破控制。于是一个有趣的叙事开始形成，它是外在温柔却内在坚韧，它是外在冷静却内在汹涌。这样的结构本身就符合经典爱情叙事中的对冲模型。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他们很配？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满足了一种审美公式：安全感加不确定性等于上瘾型关系。赵今麦代表的是稳定、明亮、可触及；宋威龙代表的是距离、深度、不可控。当这两种气场结合，观众会自动填补中间的情感逻辑。这不是简单的 CP 感，而是一种心理投射机制。观众并不是在看他们，而是在看自己理想中的爱情。在所有关于他们的分析中，眼神几乎是最常被提及的关键词。心理学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微反应无法完全伪装。当人处于强烈情绪中，即便理性在控制，身体仍然会泄露信号。例如，眼神停留时间略长，瞳孔轻微放大，身体微微朝向对方。这些细节单独来看毫不起眼，但一旦被剪辑、拼接、放大，就会形成一种证据链。问题在于，这些真的能证明什么吗？不一定，但它们足以构建一种似真感。而在娱乐叙事中，似真往往比真实更有力量。另一种常见的证据来自社交平台，同样的背景、相似的构图、接近的发布时间，这些看似巧合的内容被粉丝解读为暗号。但从更高的视角来看，这其实是一种双向心理游戏。明星可能在表达某种情绪，粉丝则在主动寻找意义，最终形成的
是一种共谋关系。大家都知道这可能是巧合，但仍然愿意相信它不是，因为这种半公开的状态本身就带有极强的情绪刺激。在娱乐行业中，恋爱从来不是私人事件，它意味着粉丝结构变化、商业合作调整、舆论走向不确定。尤其是在内娱环境下，单身人设依然是一种重要资产，一旦打破，就必须用更强的内容或价值去替代。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明星即使恋爱也选择隐藏。如果他们真的有关系，那为什么选择在这个阶段被讨论？答案可能在于他们已经不再完全依赖幻想。赵今麦逐渐向演技派转型，宋威龙在商业与国际市场上已有基础。当一个艺人开始建立不可替代性，他对人设的依赖就会降低，此时真实反而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竞争力。过去的观众喜欢完美爱情，现在的观众更偏爱真实关系。我们已经厌倦了工业化的甜蜜剧情，开始寻找那些带有瑕疵、不确定甚至风险的情感，因为只有这样才更接近现实。赵今麦与宋威龙的传闻恰好符合这一点：不确定、不稳定、不完美，但也正因如此才显得更加真实。这不是童话，而更像是一段正在发生的人生。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这段关系之所以持续发酵，并不仅仅因为当事人，更因为观众在不断参与创作，剪辑视频、分析细节、写长文、做对比。每一个人都在为这段关系添加新的叙事层，于是这已经不只是两个人的故事，而变成了一种集体想象。我们在看他们，也在看自己。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确认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段关系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在一个被包装、被剧本化的世界里，真实究竟还剩下多少空间？如果有一天他们真的选择在聚光灯下承认彼此，那不仅仅是一段恋情的公开，更是一种态度的表达。在无数目光之中，依然选择做真实的自己，这本身就是一场冒险。那么问题来了，你觉得赵今麦和宋威龙之间的关系更像是真实恋情，只是尚未公开；B 普通朋友被过度解读；C 娱乐圈精心设计的氛围营销；D 介于真实与想象之间的一种暧昧共识？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也可以说说你心中最理想的真实爱情是什么样子。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解析娱乐现象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你的每一次支持都是我继续创作的动力。我们下期再见。